上一期的手机简史，我们和大家聊了手机的鼻祖摩托罗拉。作为手机的发明者，摩托罗拉的一生可谓传奇啊。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品牌，它的出现甚至要早于摩托罗拉。没错，它就是1865年成立的诺基亚啊。其实它的一生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啊。从濒临破产，连爱立信都不愿意收购，到成为手机中的翘楚，每秒就可以卖出14部手机。愣神这一空已经卖出去几十台了再到最后王者的没落，从主流手机中消失，每个环节拿出来，这精彩程度都可以拍个电视剧。2014年，诺基亚将手机业务出售给了微软公司。记者招待会上，诺基亚的前 CEO 约马奥利拉说出了那句：“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诺基亚确实输了输给了这个时代。时代抛弃诺基亚的时候，都未曾说一句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系列。诺基亚的兴衰，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1865年有3件大事发生：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奥地利生物学家发现遗传定律，芬兰诺基亚成立。这一年年初，伊德斯塔姆完成了学业，踏上了回国的行程。而途经德国中部的哈斯山脉的时候，伊德斯塔姆看到了他的祖国芬兰没有的一项技术——木浆造纸厂。在当时呢，芬兰还在使用布浆纸，主要原料就是破旧衣服的碎布。但是旧衣服终究是有限的，使用新布料的成本又太高且得不偿失，而木浆纸则从源头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将木浆纸技术带回芬兰。1865年5月12日，伊德斯塔姆成功的拿到了运营许可，迈出了创立诺基亚的第一步。而这一天也正是诺基亚官方认定的品牌创建日。随后在芬兰坦佩雷的坦莫斯科基河边上，爱氏木浆厂开建。1866年，工厂正式投入生产。5年之后，即1871年，在西边15公里处开办出了第2家木浆造纸厂，盼诺基亚河而立。第一个重点来了，诺基亚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条河的名字，大家把知识点3个字打在公屏上。随着木浆纸的火热，4年的爆发性增长之后，纸张市场迎来了饱和期，市场增速放缓。于是，在好友利奥米其林的建议下，伊德斯塔姆将2座工厂合并，和好友米其林建立了一家股份制公司。而由于正好在诺基亚河边，于是干脆起名叫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的一段时间，纸品行业坎坎坷坷，新的工艺出现，供大于求的市场等等问题吧，让诺基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或者是诺基亚这个神奇的名字拯救了公司，让诺基亚每每都能化险为夷，成功度过艰难时期。1896年，伊德斯塔姆退出了公司的管理。1916年4月8日，伊德斯塔姆与世长辞，享年78岁。这段时间感觉诺基亚和高科技还没什么太大关系。直到1967年，诺基亚迎来了巨变，诺基亚公司兼并了芬兰橡胶加工厂以及芬兰电缆厂，组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诺基亚集团公司 Nokia Corporation。而领导诺基亚集团呢，就是电缆厂的总经理比约恩·韦斯特兰。而背后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因为诺基亚其实是3家公司之中规模最小的，这一次合并呢更像是一蛇吞2象，有着非常多的曲折。但是这次合并呢，让诺基亚成功拥抱了未来。首先是3家公司的合并，让诺基亚从芬兰本土企业一举变成了站在国际市场的公司。其次就是电缆厂成立了7年之久的电子部门，早在合并前的1年，电子部门就已经开始在研发车载移动电话系统。我们同步一下上期的时间线啊，这个时候距离摩托罗拉研发出车载电话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当然，隶属于电缆厂的萨科公司也被收入诺基亚麾下，而这家公司还有一个清奇的业务——军工诺基亚牌子弹啊。在当时呢，电子部门虽然已经深耕了7年，拥有460名员工，但是销售额仅为集团总销售额的3%，同时连年亏损，几乎没有什么盈利。但是比恩相信电子业务会有无限的未来，所以顶着巨大的压力，将电子部门独立了出来，成为了诺基亚继造纸部、橡胶部、电缆部之后的第4大业务板块。其实早在米其林接管诺基亚的时候，就主张投资无线电，进军电信领域，但是被当时的伊德斯塔姆反对，只能作罢。而为了让电子部门站稳脚跟，比恩选择的第一个突破方向是电信方面的脉冲编码调制，这是一种模拟信号的数字化方法。而这个时候，包括飞利浦、索尼等等大型企业都在这条道路上攻坚。1969年，诺基亚率先引进符合国家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标准的 PCM 传输设备，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比恩准备吃的第2个螃蟹，则是电子方向的计算机。这一年，诺基亚成为了第一个进口计算机到芬兰的公司。1971年，诺基亚电子部门决定自研计算机。第2年的1月，诺基亚 Mico 计算机研发成功，随后 Mico 2也研发成功，这给了比恩极大的鼓舞。计算机的业务逐渐成长，成为诺基亚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力业务之一。而在诺基亚忙于计算机业务的时候，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在纽约曼哈顿街头用手里的方盒子打通了第一次移动电话，
他就是马丁库帕。想了解这些故事呢，请看上一期的摩托罗拉。但这个时候，诺基亚脉冲编码调制的研发却各种受阻，这让比恩深感头疼。不过，诺基亚迎来了转机，那就是芬兰的国有电信企业特利瓦陷入了财务危机，诺基亚决定和特利瓦进行合作，共同出资成立了特利芬诺公司。而合作之前，特利瓦就已经开始了数字电话交换机 DX200的研发。1977年，65岁的比恩到达了法定退休的年龄，接棒执掌诺基亚呢，则是负责国际关系的副总裁卡利·凯拉莫。为了感谢比恩的贡献，芬兰总统还向他授予了工商元勋的奖章。奖章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比恩卸任之前成功的收购了萨洛雷公司旗下的无线电部门，并将无线电部门独立成了旗下的莫比拉公司。这一年，日本东京建立了全球首个大型移动电话网络，覆盖整个东京市。别急，手机马上就来了。1981年，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共同确立了北欧移动电话服务网络标准，也就是模拟蜂窝网络技术，简称1G。弹幕问大家一下啊，你现在用上5G 了吗？随后，北欧移动电话服务网络开通，并向所有的电子产业打开了市场。有网络了，现在咱们就缺手机了。凯拉莫马上让莫比拉公司着手移动电话的研发。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诺基亚终于推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移动电话 Mobia Century。它甚至要早于摩托罗拉发布的第一台商用手机。不过这款移动电话并不怎么方便移动，不仅体积庞大重量还达到了近10千克，更像是个移不动的电话。但是这也是莫比拉公司的选择，因为技术的限制，莫比拉公司并没有一步到位开发出手机，而是选择了先从之前做过的车载电话下手，先抢占市场，然后攻坚技术。1983年，摩托罗拉的第一台商用手机 Dentec 8000X 问世，而诺基亚也在紧张地研发属于他自己的手机。1984年，诺基亚以9.8亿芬兰马克彻底收购了萨洛雷公司，并将诺基亚的电信业务进行重组，变成了诺基亚莫比拉公司。而这之后的移动电话才真正贴上了诺基亚的 logo。同年，诺基亚的第一款手机 Mobia Talkman 问世，同时诺基亚决定重操旧业，在之前 DX200 的基础上研发新的数字交换机。这个决定树立了一个敌人——爱立信。爱立信本就是通信起家啊！1884年，爱立信通过抄袭推出了自己的首台电话交换机。历史上世界最大的能接驳6万条电话线的交换机是由爱立信于1916年在莫斯科安装的。同步一下我国的时间线啊，80年代改革春风吹满地，改革春风风起云涌啊！1984年也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海尔、联想、万科成立，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元年。1987年，诺基亚发布了 Mobia Cityman 900。10月份，这款手机被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芬兰最尊贵的客人，当时的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还特意用这款手机打给了他的祖国苏联。这个策划简直不要太棒啊！对于芬兰，国家是外交成功，而对于诺基亚品牌则是商业的成功，在国际市场打响了诺基亚的名气。随后，凯拉莫也继比恩之后获得了芬兰总统授予的工商元勋奖章。但是这次成功有点冲昏诺基亚，或者说凯拉莫的头脑，诺基亚开启了疯狂的并购。还是1987年，诺基亚全资收购了我们上面说到的和特利瓦公司共同成立的特利芬诺公司，之后还收购了德国的一家电视工厂、瑞典的计算机公司、美国的传呼机公司。并购的成功给了诺基亚极大的成就和征服感，但也为诺基亚埋下了巨大的风险。仅1年，这个风险就爆雷了。首先，诺基亚的并购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而且不同国家的公司在文化背景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小的运营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诺基亚究竟有多艰难，但是在1988年12月9日，功勋赫赫、战绩累累的诺基亚总裁凯拉莫以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诺基亚开始出售业务，甚至出售了公司最初的造纸和最具潜力的移动通信网络研发业务。而之后的时间，诺基亚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领导着几易其主。1990年，欧洲电信标准组织正式制定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也就是 GSM， 第2代数字通信技术，简称2G。这开启了全面数字通信时代。而诺基亚的股东们正在这个时候着手卖掉公司。1991年，诺基亚的股东要求爱立信收购诺基亚，不过这个时候隔壁也不怎么好过啊，因为摩托罗拉风头正劲，正式启动了1星计划。但是诺基亚的消费电子
业务实在是太烂了，爱立信坚决不同意整体收购，只愿意收购除电子消费部门以外的业务。这次诺基亚的股东没能同意，如果不是如此啊，可能也没有了诺基亚之后的传奇。1992年1月，约马奥利拉就任公司的 CEO， 他决心全力专注于电信。同年，特立芬多公司改名为诺基亚电信公司。11月10日，诺基亚推出了全球首款批量生产的 GSM 制式手机诺基亚1011。由于之前 CityMan 的成功，这款手机也被称为 CityMan 2000，售价1278欧元，可以连续通话90分钟，储存99个号码。更重要的是，这一年的12月3日，22岁的加拿大工程师尼尔·帕普沃斯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短信。随后的1994年10月，诺基亚发布了诺基亚2110，并且强调2110支持短信功能。其实诺基亚1011就支持短信了啊，或者是当时要给它冠上第一款短信手机的头衔更适合营销吧。但是2110真正带给我们的最为感动的，其实就是诺基亚最为经典的这一段开机铃声。1994年成为诺基亚整个历史上重大转折的一年，就是奥利拉说服了董事会，出售了诺基亚全部的传统业务，集中全部精力专攻通信行业。这个时候，诺基亚算是大战前夕的积蓄经历啊，距离诺基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还有4年的时间。从1865年的造纸厂到1994年的全公司 all in 通信，诺基亚走过了129个年头，成为了少数的百年企业。在诺基亚的巅峰年代，它一家公司就贡献了芬兰全部企业所得税收入的23%，占到芬兰全部出口额的20%。诺基亚直接创造了全国2%以上的就业岗位，间接创造的就更不计其数了。2000年的时候，诺基亚甚至一度成为全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尽管只是昙花一现。本期我们把诺基亚的品牌开端全部带大家整理了一遍。这个时候的诺基亚经过一系列的业务调整，已经在手机领域崭露头角。下期呢，我们带大家看看诺基亚如何登顶辉煌，盘点一下它的经典机型们，看看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下神坛，被后浪们给拍在沙滩上的。手机简史这个系列我们已经更新到了第14期。特别感谢大家的3连啊！这次我要5万个点赞吧，可不可以？下期还想要什么品牌出现在我们这个系列里边，赶紧弹幕一发。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